我从收破烂的那里啊买了一个金元宝，你帮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黄金的？我从中能挣多少钱？从收破烂手里买个金元宝，这收破烂手里能会有啥黄金呢？来，我看看啥的吧。我这是捡了一个大漏，前个年买回来的，卖好了能卖100多万。这一次我应该赚大发了。哇塞，你这个个头可不小啊，真大个，拿来唬人还行。看那外边，这有很多地方这都褪色氧化了，这不是黄金啊，也不是古董，这咋可能赚100万呢？挣100万，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啊。我是分2步走的。哦，第一个，你首先看它是不是古董。古董的话，那都不值100万了。这肯定不是古董啊，这过去哪有恁大的金锭啊？鉴于是不是过去的金银锭啊，它这上面的字口是关键，你细看一下这字口，这跟过去的字体区别很大。另外，过去的金银锭都是人工浇铸的，你这器型这猛一看，这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呀。你首先不要讲什么专业知识啊！我既然1000块钱能给他买回来，我保底啊，从里边上面提炼的黄金啊，带2斤。这我没听错吧？这个材质还没有搞清楚是啥嘞，你张口要提炼了2斤黄金，这让我有点犯迷糊啊！你先听我说，如果这个锭子是真黄金的话，它不可能掉色氧化。你细看，它这底部你看都发黑了，这不可能是黄金。专业的事都得交给专业人去做。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专门提炼黄金的专家，给他2万块钱的工费，他愿意替我去试试。又是网上的啥专家？能提炼2斤的黄金，我估计他还是给你打了保票。其实像这种专家啊，要是有真材实料还好，那就怕他冲着你那1万块钱的工费去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吧？就像你这个金元宝，压根儿它都不含黄金，你说他身上咋可能会有黄金呢？另外，如果真有黄金，它不可能出现在收破烂手里边啊。收破烂说了这是一个败家子富二代卖给的。那个富二代说了，他祖上是传下来的宝贝。哎呀，你不要一味的听别人讲什么故事，就单说你这个金锭啊，这和过去的古董一点边都沾不上。刚才我都告诉你了，这上面的字口，这都是电脑体一眼夹，因为过去的钢印它是纯手工刻出来的，所以一看字口啊，一眼夹。另外，无论是金银锭，它这个翅膀两侧的翅膀不可能有这么匀称，你细看一下，这翅膀高低这都一样，所以这一看就是机制出来的。另外，这真有黄金的话啊，第一个重量，比这要重很多，而你这很轻。第二个，它更不存在这个氧化、变色之类的。专家说了，这氧化很有可能是外边的金子布。反正呢，就类似于金包银，把金子提下来就行了。金包银？你这想啥嘞？这咋可能是金包银嘞？金包银顾名思义，就是外边是黄金，里边是银，用黄金包裹着银子。这么大个的话，这工得多麻烦吧？另外，如果真是金包银的话，你恐怕这外边这一层它也不会氧化褪色啊。那依我看，这就不是什么金包银，甚至连银镀金它都不是。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，反正工费也不高，才1万块钱再说了，我是1000块钱买回来的。你这是再是1000，你说实话，你这1000块钱买回来已经是花好多钱了，另外再掏1万的工费，那是专家的一个套路。我劝你啊，这个东西，因为你还没有去找到了，你最好不要去破1万块钱去冒这个风险，因为你这个东西它就是现代的艺术品，一眼假的东西。你再去冒这个风险就不值当了吧？我感觉这个风险必须得冒，因为啥吧？你花1万块钱挣100万的事儿，我会不干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去试试也好。对呀。我反正没提炼出来黄金之前，你最好不要给他钱就行了。我先给他钱，你也说了先给钱再提炼。那你还是3思而后行，3思而后行。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我这刚认识男朋友，他送我一个大金锭。没想到我的发财梦也实现了。你不要太激动，这个金锭如果是真的，确实不得了。看字口落款，这可是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啊。对，我知道，这不是一般的黄金。我男朋友说千万不要买，这是古董。雍正年间留下来的金砖金锭，在我们行内没见过。看你这个锭子大小的话，应该是10两的重量，中间窄，两头略宽，符合清朝的定型。10分金的意思就是含金量达到了主次。既然恁男友不让你卖，你这拿出来做甚？他
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卖，但是像我们女人多少有点虚荣心。那是。我想知道大概的价钱之后，好在我闺蜜面前炫耀。炫耀我看倒不必了，即使虚荣心再强，人家经常说财不外露，财不外露啊，还是多少有一些道理嘞。我闺蜜她也不是外人，我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一个人，到时候不让她告诉别人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这话说来轻巧啊，你不让她告诉别人，她就不告诉别人了吗？在别人面前炫富啊，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产生嫉妒的事情。闺蜜有时候也是人心隔肚皮啊。如果真有什么好事也就算了，像你这个金锭啊，万一被别人当笑话传的话，那坏事传千里，立马你这朋友圈就炸锅了。你说这话说的可消极了。这么大一个金锭子，在我这放着呢，我还怕别人笑话吗？比一套房子都值钱吧。哎呀，如果你真的过得好啊，别人可能对你也就是羡慕。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说大话，恐怕会引起别人的同情。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有什么值得同情的？他们应该羡慕我们才对啊。羡慕也好，同情也罢，恋爱中的女人啊，有时候智商大多数存在不够用。你这刚认识的男友，他为什么要送你一个金锭呢？还是古董金锭？难道你就没有质疑过吗？我质疑什么呀？送给我金锭，这叫爱，说明我魅力够大啊！你说话他神经兮兮的。不是我神经兮兮的，鉴于你们才认识，我给你讲一下这块金锭的真假。我洗耳恭听，你说吧。首先来说一下它这个材质啊，不是黄金，托在手里边你看轻飘飘的，重量明显不够。这个食量啊，咱们来用电子秤称一下，清朝的食量是37.3克。我们经常玩银元，银元是26.8克。清朝那时候啊，元两之争的就是这几克的重量，食量应该是373克左右。你看一下，你这只有区的170多克，所以重量不够。单从这个重量上就给你否定，它就不是黄金。不可能不是黄金。如果不是黄金的话，那它怎么这么黄嘞？发黄它不一定就是黄金，有时候啊，你看外边这个是镀金，以现在的科技调制勾兑出类似于黄金的颜色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黄金啊极其不易氧化，你仔细看一下它这个背面，这都呈现出很多地方都褪色了，所以材质啊不是黄金。那不是黄金的话，那它是不是古董嘞？既然它不是黄金，自然也不是古董。我就给你说一个字吧，过去的字体啊和现在的字体有明显的不同。你仔细看雍正的雍字，祥字的第一笔它就写错了。这个雍正的字体啊，在清朝那时候就相当于是错别字，所以从它这个字体断定，这个就是赝品。老板，你没有忽悠我吧？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啊！我绝对没有忽悠你。别人经常说宁毁三桌庙，不拆一桩婚。我看你们也是才认识没几天，他就送给你这么大的一块金锭，我必须得给你实话实说，让你心里边清楚啊，别稀里糊涂的因为这个赝品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对吧？好嘞，好，谢谢老板了，让你见笑了哈。不见笑。